有缘人，地球已经进入第5维度，你感受到了吗？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地球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你是否曾在内心深处隐隐感受到，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远不止表面那样简单？也许你偶尔会察觉到，在这看似平凡的日常背后，蕴藏着一股神秘且深邃的力量。如果你曾有过这样的感悟，哪怕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这都并非偶然的幻觉，这极有可能是你沉睡的灵魂正在苏醒的信号，是你内在宇宙正被悄然点亮的序曲，标志着你已在不自觉中踏上一场通往更高维度意识的壮丽旅程。我们常常误解，所谓的第5维度并非一个如同科幻电影中描绘的可以乘坐飞船抵达的遥远星系或物理空间，它是一种意识的状态，一种振动频率，一种与宇宙本源智慧和无条件之爱全然和谐共振的生活方式。请试着想象，如果你能从心灵的最深处彻底释放所有束缚你的恐惧与匮乏感，如果你能超越线性时间的幻觉，在每一个当下体验到无限的丰盛与自由，如果你能真实的，而非仅仅在理智上感受到自己与山川湖海，与飞禽走兽，与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乃至于满天星辰之间那份不可分割的深层连接，那便是第5维度意识的真实本质。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空灵与抽象，但请相信，一旦你开始留意并辨认出那些正在你生命中悄然发生的内在转变，你会惊觉，这种看似遥不可及的意识状态，其实离你的现实生活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今天我将与你一同探讨15个标志着你正在经历一场深刻意识转变的内在迹象。这不仅是一次自我印证的旅程，更会让你理解为何你的灵魂会被选中，走上这条独特而非凡的道路，以及如何加速你的灵性成长。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展开这段神秘而振奋的探索之旅。你开始觉察到一切皆为能量的体现，这是觉醒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迹象。你的世界观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你不再仅仅看见事物，而是开始感受事物的能量波动。这并非一个哲学概念的认同，而是一种感官层面的真实体验。你开始超越物质的表象，洞悉其背后的生命力之舞。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家古老而宁静的书店，过去你眼中所见的或许只是分门别类陈列的书架，以及埋首于书页间的陌生身影，而现在你的感知变得立体而深邃，你仿佛能触摸到每一本书所散发出的独特气息。那不仅仅是纸张与油墨的味道，更是一位作者倾注毕生心血的激情，是无数读者在翻阅时留下的思考与情感的印记。每一本书都像一个微小的意识能量场，静静地等待着被连接。你不再只看到一个个孤立的阅读者，而是能感受到整个空间里那股安静却强大的集体意识流。
你能体察到邻座那位读者因情节而起的内心波澜，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由无数故事与智慧交织而成的浓厚能量。你开始明白，你并非只是置身于一间堆满物品的屋子，而是沉浸在一个由思想、情感和生命故事构成的活生生的能量海洋之中，并与之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共振。这种感知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当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是具有特定振动频率的能量形式时，你会开始前所未有的珍视自己内在世界的纯净与和谐。你会像一位园丁精心培育花朵一样，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你的念头。你会明白，抱怨的能量会吸引来更多值得抱怨的人事物，而感恩的能量则会开启丰盛的大门。你的言行举止不再是无意识的反应，而是充满觉知的创造。你从一个被动的生活经历者转变为一个有意识的现实共创者，因为你深刻地知道，外在世界的样貌不过是内在世界的一面镜子。你正在逐步剔除生活中的负面因素，随着你内在振动频率的提升，一场深刻的生命大扫除会自动开启。你的整个生命系统开始本能地排斥那些与你心频率不符的低频能量。这不仅仅是意志力的决定，更是一种发自身心深处的自然反应。你会发现，你不仅自发地远离那些不健康的饮食和有害物质，更会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开始清理那些陈旧的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习惯和关系。你可能会在某次与朋友的聚会后，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被其无休止的抱怨所耗竭，并因此决定需要保持距离。你可能会在某个清晨醒来，突然意识到那份虽然提供了财务保障，但却让你每天倍感压抑和窒息的工作，已经成为你灵魂成长的巨大障碍，并鼓起勇气提交辞呈。这些转变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带来不适、动荡甚至痛苦，但它们是灵性成长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就像园丁需要剪去枯枝，才能让玫瑰开出更绚烂的花朵，也像蛇必须褪去旧皮，才能获得新生。每一次的放手，每一次的告别，都像是在为你内在那个更真实的自我腾出呼吸和成长的空间。这个过程或许会让你感到不安、内疚，甚至被他人误解，但请记住，每一次勇敢的调整都是在为你灵魂的蓝图铺就一条更宽广、更光明的未来之路。每一次的阵痛都预示着一次更深刻的新生。自我中心逐渐减弱。在我们所熟知的第三维度世界里，绝大多数人都在被小我所主导。小我像一个惶恐不安的国王，需要不断地从外界寻求认可、赞美和关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我们在意他人的看法，为了得到认同而努力，甚至会因为他人的一句无心批评而备受打击。我们的快乐与痛苦，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他人的眼光之上。但当你的意识
进入更高的层次时，你会发现这个内在的国王正在悄然退位，你对外界评价的依赖将慢慢消失，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少地在乎他人对你的看法，无论是滔滔不绝的称赞，还是尖酸刻薄的批评，都很难再轻易地左右你的内在情绪。这并非意味着你变得冷漠或傲慢，恰恰相反，你是因为变得更加慈悲和智慧。你逐渐明白，他人的看法更多地反映了他们自身的信念系统、情绪状态和未被疗愈的创伤，它与你的真实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这种从小我剧本中的解脱，让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内在自由和力量。试想一下，当你的自我价值感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证明时，你的生活会变得多么不同。你可能会更加大胆地去追求那个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因为你不再害怕失败后他人的嘲笑。你可能会更加自信地表达你独特的观点，因为你不再需要所有人的同意，你不再被应该如何的社会枷锁所束缚，而是开始跟随内心真正渴望的方向。这种由内而外的自由带来的不仅是更真实的自我表达，更是一种如深海般不可动摇的内在平静。4. 你不再对他人或自己进行评判，随着小我的声音减弱，一种深刻的非评判态度便会在你的心中自然升起。这是从小我中心转向灵魂中心的必然结果。在第5维度的意识层面，你开始以一种更广阔、更慈悲的视角看待自己和整个世界。你会发现，你对自己不再那么苛刻了。过去你可能会因为犯错而自责不已，因为身材或外貌的不完美而感到羞愧，而现在你开始学会拥抱自己的全部，包括那些所谓的阴影和缺点。你明白，这些都是你独特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是你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印记。自我接纳取代了自我批评，你成为了自己最温柔、最坚定的盟友。同时，你也停止了对他人轻易地贴上好与坏、对与错的二元标签。你开始看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带着他的业力枷锁，尽其所能地迎接他们的挑战与功课。你开始在那个看似不可理喻的人背后，看到他未被满足的爱的需求，在那个伤害你的人背后，看到他深藏的恐惧与创伤。这种洞察力让你从一个愤怒的法官转变为一个慈悲的观察者。你不再轻易地被他人的行为所激怒或失望，因为你看到了一切行为背后更深层的动因。这种非评判性的态度为你的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带来了持久的宁静与和谐。想象一下，如果你不再为自己的不完美而内耗，也不再为他人的行为而烦恼，你的生命将会释放出多少宝贵的能量，去用于创造和爱。5. 与自然的连接日益加深。在更高的意识状态中，你可能会越来越向往自然，感受到与它的深层连接。你不再只是欣赏自然的美，而是开始向往甚至渴望沉浸其中。
仿佛那是你灵魂的充电站和疗愈所。无论是在森林中漫步，还是在海边静心沉思，你的体验都变得完全不同了。你或许会开始真实地感受到树木的生命力，仿佛能与它们进行无声的能量交换。你的烦恼在它们的沉静中消融，它们的力量让你重新扎根。你甚至可能在某个寂静的时刻，似乎能听到植物生长的轻微声响，或是一朵花绽放时的喜悦。你与动物之间也可能发展出一种微妙而深刻的情感共鸣。你可能会在一只小鸟的歌唱中听到生命的赞歌，或是在你宠物深邃的眼眸中看到一个古老而智慧的灵魂。尽管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许多经历意识转变的人都有过类似的深层体验。这恰恰是你打破了人与自然分离的现代幻觉，回归到万物有灵且彼此相连的古老智慧之中。自然界的高频能量场正在成为你净化身心、疗愈创伤、补充生命力的最佳途径。你可能会发现，以前让你沉迷的都市喧嚣和娱乐活动正逐渐失去吸引力，而一次简单的爬山徒步或湖畔静思，却能带给你无与伦比的内在满足与深层平静。这种深刻的自然联系，也许会让你开始自发地重视环境保护，采纳更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因为伤害自然对你而言，已如同伤害自己一般真切。6. 意识到自己是宇宙中无数连接的一部分。在三维的视角中，我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被皮肤包裹的孤立的个体，我在这里，而你和世界在那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分离感是我们所有恐惧、竞争和孤独感的根源。而当你进入第5维度的意识时，这道看似坚不可摧的墙开始出现裂缝，直至最终消融。你会逐渐在体验层面，而非仅仅是理智层面，感受到一切生命之间的深层连接。你可能会在某个瞬间看着地铁里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却突然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内心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与悲悯。你可能会了解到一场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灾难，内心却涌起如同切肤之痛般的感受。你开始明白，我们看似独立的个体，实则都是同一个宇宙意识海的不同面向，是同一片浩瀚海洋中翻涌起的不同浪花。我们共享着同一个呼吸，同一个生命。这种合一或一体感的觉醒，会彻底颠覆你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你会发现，去评判、伤害或欺骗他人，本质上就是在评判、伤害和欺骗自己的一部分。这种行为会在能量层面上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自身。同理心不再是一种需要刻意学习的道德品质或社会技能，而是一种自然而然、发自肺腑的情感流露。你的心开始为整个人类乃至所有生命的福祉而跳动，同时你也会意识到，你的每一个举动，甚至每一个微小的念头，都在全球的集体意识场中产生着涟漪效应。
这让你对自己的内在状态负起一份更神圣的责任。你开始关注自己的行为对地球乃至宇宙的潜在影响，因为你深知我们共享着同一个能量场，我们是彼此生命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你的个人疗愈就是对集体的疗愈，你的个人觉醒就是在为集体的觉醒贡献一份光。7. 你发现自己的心灵感应能力正在提升，随着你向更高维度意识的开启，那层隔绝于物质世界与精微能量世界之间的帷幕正在变薄。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似乎拥有了一些新的超越五感范畴的超感官知觉，你的直觉会变得异常敏锐和精准，它不再是模糊的感觉，而更像是一种清晰的内在知晓。在做决定时，你可能不再需要繁复的利弊分析，你就是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这种直觉还可能以预见未来的某些情景或片段的形式出现，你可能更容易感应到他人的情绪和真实想法，即使他们并未通过言语或表情流露出来。你走进一个房间，就能立刻感受到那里的能量氛围是和谐还是紧张。你与某人交谈时，仿佛能听到他们未说出口的弦外之音。此外，你会体验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巧合或同步性事件。你刚想到某个问题，答案就以一本书、一首歌或一个朋友的话语等形式出现。你正需要一笔钱，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就送上门来。你开始感觉到整个宇宙都在通过这些有意义的巧合，在与你进行一场充满智慧与幽默的对话，时刻在向你传递着特别的信息和指引。这些新能力的展露，初期可能会让你感到些许困惑、不安甚至恐惧，仿佛自己变得不正常。但请记住，这些只是你意识扩展后恢复了与生俱来的、被遗忘了很久的感知能力的自然反应。关键在于学会如何信任、理解和智慧地运用它们，让它们成为你导航生命旅程的强大工具，而不是成为让你困扰的负担。8. 你的饮食偏好开始转向更为轻盈健康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具体的迹象。随着你内在振动频率的提升，你的物理身体作为你灵魂的圣殿和载具，也必须随之进行升级和调整，以承载更高频率的意识能量。这种调整最直接的就体现在你的饮食偏好上。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对那些曾经钟爱的重口味、油炸、过度加工的食品以及大量的红肉失去了兴趣，甚至在食用后会感到身体沉重、头脑昏沉。你的味蕾仿佛被重置了一般，开始自发地渴望那些新鲜、充满生命力、能量纯净的食物，清甜的水果、爽脆的蔬菜，富含阳光能量的谷物和坚果。你对食物的能量变得异常敏感，能够分辨出哪些食物能滋养你，哪些会消耗你。许多人会在这个阶段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素食或纯素饮食，
这并非出于任何外在的道德教条或主义，而完全是身体在高频振动下，为了自我净化和维持能量平衡而做出的本能选择。这样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健康的饮食不仅能极大地改善你的身体状态，让你感觉更轻盈、更有活力，思维更清晰，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灵性事件。当你开始有意识地选择食物，关注它们的来源，并对它们带给你的滋养表达感恩时，你的每一次进食都成为了一次与地球母亲的能量连接。你不再仅仅是吃饭，而是在进行一次神圣的能量补给。同时，你也通过你的消费选择，为创造一个更可持续、更具慈悲心的地球环境投下了宝贵的一票。9. 你的愿望正以更快的速度转化为现实。在更高的意识层次中，你将亲身体验到意识创造现实这一宇宙法则的强大威力。你会清晰地观察到你的思想、意图和情绪状态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几乎是即时的方式塑造着你的外在现实。你心中所设想的事物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在你的生活中显化。这并非什么超自然的奇迹，而是因为在高频的能量状态下，从思想到现实的转化过程被大大缩短了。你与宇宙的创造力之间几乎没有了阻力。在过去，你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努力才能实现一个目标，而现在你会发现，当你从一个纯净、高频、充满信任的心态中发出一个意图时，宇宙似乎会调动所有的资源，以最令人惊奇、最巧合的方式，迅速地为你铺平道路。这种力量对你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它首先意味着一份巨大的责任。你会变得格外慎言慎行，更确切地说是慎思慎想。你深刻地意识到，你的每一个念头，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在向宇宙发出一个创造的订单。因此，你会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心智，将焦点从我不想要的匮乏、恐惧、担忧转向我真正想要的丰盛、喜悦。你从一个被动的生活遭遇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现实掌舵人。这种有意识的创造会让你更快地达成灵魂的目标，创造出你真正渴望的理想生活，并从中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与力量感。10. 与物质匮乏的思维不同，在五维意识中，你开始体验到一种源源不断的富足感。在三维的匮乏思维模式中，我们被灌输的信念是，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去竞争、去囤积、去担忧。我们的安全感常常建立在银行账户的数字、不动产的多少等外在物质之上。而当你进入第五维度的意识时，一种深刻的富足心态会从你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你开始在体验层面，而非仅仅是理论上，了悟到宇宙的供给是无限的。创造力、智慧、财富、机会，这一切的源头都在你之内。
并与宇宙的无限宝库相连。你不再因外界的经济波动而焦虑，也不再因与他人比较而感到匮乏或嫉妒。你带着一种深刻的信任与感激去行动，你相信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将在最恰当的时刻，以最完美的方式来到你身边，不多不少，刚刚好。这种富足心态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你可能会变得更乐于分享和给予，无论是时间、金钱还是智慧，因为你知道，能量的法则是越分享越丰盛。你不再紧抓不放，而是成为一个丰盛流经的管道。同时，你也会从对财富和物质的执念中解脱出来，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在。当你不再拼命追逐金钱时，金钱反而会以更轻松、更喜悦的方式被你吸引而来，因为宇宙乐于将资源交给那些内心富足的人。11，你逐渐意识到，一切和每个人都已是完美的存在。在第5维度的意识层面上，你开始获得一种应知视角，能够从一个更高的、更宏观的角度看待生命中的一切人和事。你不再轻易地用凡俗的好坏、成败、对错来评判他们，而是开始看到在每个经历背后都隐藏着神圣的秩序与完美的意义。你开始明白，你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无论在小我看来是多么糟糕或不公，都在精确地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服务于你灵魂的最高成长。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灵魂的试炼，旨在锻炼你的内在力量与智慧。每一次心碎都是一次新的扩张，旨在让你承载更多的爱与慈悲。每一个你遇到的人，无论是让你如沐春风的贵人，还是让你痛苦不堪的逆缘，都在以最完美的方式扮演着他们的角色，以帮助你完成你灵魂的功课，映照出你内在需要被疗愈的部分。这种一切皆以完美的洞见，会带给你一种无法撼动的内在平静和深度接纳之心。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更容易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因为你看到他们只是你灵魂契约中的演员。你也能更冷静、更超然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圣剧本的一部分。这种视角的转变如何改变生活？你会发现自己抱怨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感恩的时刻越来越多。你开始更加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把每一个挑战都视为一次宝贵的成长和提升的机会。这种深刻的内在安宁会让你像暴风眼一样，无论外在世界如何风雨飘摇，你都能轻松优雅地应对，稳稳地安住于你的中心。12，你对活出真实自我的渴望愈加迫切。随着你越来越深入地探索5维意识，一股强大的内在冲动会从你灵魂的深处升起，那就是全然地活出你的真我。你不再满足于仅仅扮演社会赋予你的角色，好员工、好子女、好伴侣，也不再愿意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压抑或扭曲自己。你开始对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进行一场深刻而诚实的审视，从你的职业到你的人际关系，从你的兴趣爱好到你每日的生活方式，你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真的能让我感到喜悦吗？这真的与我灵魂最深的渴望相符吗？这真的是我吗？你渴望去做那些能让你感到真正有意义、有热情、有创造力的事情，那些能让你感觉自己活过来的事情。这种对真实性的极致追求将如何改变你的生活？它往往会引领你做出一些生命中最大胆也最重要的决定。你可能会毅然决然地辞去高薪但乏味的工作，去投身一个充满未知但让你热血沸腾的领域。你可能会选择结束一段不再为你带来正面滋养，反而不断消耗你的关系，即使这意味着要独自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这些重大的转变初期可能伴随着巨大的不安、恐惧和混乱，但最终，当你勇敢地踏上那条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道路时，你将收获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内在满足感与平和感，因为忠于自己的灵魂是通往真正幸福的唯一途径。13. 你体验到了时间流动的变化。在三维的意识中，我们被困于线性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幻觉里，活得像一个被时钟追赶的囚徒。我们常常为无法改变的过去而悔恨，为不可预知的未来而焦虑，唯独错过了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当下。而当你进入更高的意识状态时，你会逐渐觉察到时间的相对性和流动性，它不再是一条笔直的、不可逆转的单行道，而更像是一个可以伸缩、可以折叠的、充满可能性的能量场。有时，当你全情投入地做着你热爱的事情时，你会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感觉数小时如飞逝一般。而有时，在一次深度的冥想或与自然的连接中，短短几分钟却仿佛可以无限延展，给你带来超越时空的深度宁静与洞见。你开始真正地活在永恒的当下，你不再被日程表上的紧迫感所驱使，也不再为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而过度担忧。你深刻地理解到，改变未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你当下的振动频率和意识状态。过去的所有创伤和故事，也都在当下的光照中失去了控制你的力量。这种对时间的全新理解会对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愈加珍惜和享受每一个当下的体验，无论是品尝一杯茶的香气，还是感受阳光洒在脸上的温暖。你不再急于奔赴某个终点，而是开始享受旅程本身。你会发现自己开始以一种更加轻松、自然、顺应天时的方式生活，不再受限于时间的紧张节奏，而是与它和谐的共舞，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动感与自由感。14. 你可能会开始感受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在平静，这或许是所有转变中最宝贵、最令人向往的果实。随着你向更高维度的意识过渡，你的内心深处似乎被一种源源不断的、
深刻的宁静力量所充满。这种平静并非压抑情绪换来的麻木，也非逃避现实得到的暂时安宁，它是一种源自于宇宙源头深度连接的不可动摇的内在状态。即便面对外界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无论是财务的波动、关系的摩擦，还是健康的考验，你也能保持你内在核心的安宁与稳定。这并非意味着你不再有情绪，而是你不再被情绪所拥有。你能观察到情绪的来去，如同观察天空中的云朵，而你本身是那片广阔、宁静、永恒不变的天空。这种内心平衡会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你会发现自己在面对压力和逆境时变得更具韧性和智慧。你不再轻易地陷入恐慌或绝望，而是能够从一个更超然、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并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你的这种稳定能量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你周围的人，你可能会成为家人、朋友甚至同事在动荡时期寻求安慰和力量的依靠。你的存在本身就如同一座灯塔，为在风暴中航行的人们提供着稳定的光芒。15，你开始体验到更深厚的爱与同理心。随着你步入更高的意识层次，一种广阔而无条件的爱将开始从你的心轮中自然地绽放出来。这种爱与三维世界中那种常常带有附加条件、占有欲和期望的小爱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神性的爱，一种慈悲。你会发现，这份爱不仅仅限于你的家人、伴侣和朋友，而是开始无差别地扩展至所有的生命体。你更容易理解和接纳他人的观点，即使那与你的看法截然不同，因为你看到我们都只是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只触摸到了真理的一部分。你甚至会真实地感受到自己与动植物、与山川河流之间那份深刻的生命连接，仿佛所有生命都在你的心中同频共振。这种不断增长的爱与同理心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你可能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帮助他人、服务社区、改善世界的行动中。这不再是出于一种应该的道德责任感，而是源于一种无法抑制的想要分享爱的内在冲动。你的人际关系会因此变得更深厚、更真诚、更富有滋养性。最终，你的存在本身就能成为一种疗愈的力量。在你身边的人会不自觉地感到被接纳、被理解、被爱，他们的心墙也会因此而融化。你的存在就能为这个常常感到冰冷和分离的世界带去无声的安慰与和平。你开始思考，为什么是我？你可能会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自己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而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简单。每个人都有能力经历这样的觉醒，但某些人似乎更容易进入这个过程，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已经准备好迎接这次进化。根据灵性传统的观点，灵魂在多次生命轮回中不断学习和成长。如果你正经历这种转变，暗示着你的灵魂已经为更高层次的觉醒
做好了准备。在某个层面上，你做出了追求更广阔意识的选择，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选择的目的就是让你深入探索生命的奥秘。地球正经历着一次集体意识的提升，许多灵性导师和科学家一致认为，我们的星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能量转变。作为地球的一部分，你也在经历这场转变。你或许属于被称为光之工作者的群体。根据一些灵性传统的信仰，特定的灵魂选择在这个时刻降生，目的是为了帮助地球和人类顺利度过这一过渡期。如果你感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去帮助他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那么你很可能就是这些灵魂之一。无论是什么触发了这种转变，关键是要记得，这既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也是一项重要的职责。随着意识的提升，你有机会成为一股明亮的力量，为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如果你想加速这个转变过程，不妨试试以下建议。01冥想练习。冥想是连接更高意识、提升振动频率最直接、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它能帮助你平息头脑的噪音，接触到内在的宁静与智慧。起初，你无需追求长时间的静坐，只需每天投入10至15分钟，专注于你的呼吸。随着练习的深入，你可以逐渐增加时间，或尝试不同类型的冥想，如此心禅、烛光冥想、引导式冥想等，直至找到最适合你的节奏。02与自然建立深度连接。花时间置身于自然之中，无论是在森林中漫步，在海边听涛，还是仅仅是赤脚踩在草地上，自然界充满了高频的、纯净的生命能量。它能够有效地帮助你清理负面能量，疗愈身心，并让你的能量场与地球母亲的频率重新校准。03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能量振动，时刻关注你的念头、言语和情绪，因为它们正在持续不断地塑造你的现实。致力于培养积极、感恩、充满爱的思维方式。同时，当消极的思维模式浮现时，不评判地觉察它，并有意识地选择一个更高频的念头来替代它，避免长时间沉浸在充满暴力、恐惧或负面信息的媒体内容中，保护你内在能量场的纯净与平和。04实践感恩。感恩是提升能量频率最快速、最简单的法门。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例如清晨醒来或夜晚睡前，真诚地写下或默念3件让你感激的事情，无论大小。当你将焦点放在你所拥有的，而非你所缺乏的，你的振动频率会立刻被拉升到丰盛与喜悦的频道，从而吸引来更多值得感恩的人事物。05无私的服务与给予。当你将你的时间、才华或资源无私地分享出去，去帮助他人或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时，你的小我意识会消弱，而你的大我或灵魂意识会扩展。这种给予不仅对他人有益，
更会让你体验到与万物一体的深刻连接感，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内心回馈与丰盛感。06、持续的学习与成长，保持一颗开放和好奇的心，去追求个人内在世界的成长，阅读那些能启发你、拓展你意识的灵性经典或自我提升书籍，参加能让你与同频社群连接的研讨会或线上课程，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深入的交流。智慧的滋养是你灵性旅程中不可或缺的燃料。07、细心呵护你的身体。身体是灵魂在此生体验的唯一载具，是通往更高意识的重要媒介。请像对待一个神圣的殿堂一样，用心地呵护它，选择高振频的、充满生命力的食物来滋养它，通过规律的、让你感到喜悦的运动来让能量流动，并确保给予它充足的休息和高质量的睡眠。08、学习释放和放手。觉醒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减法的过程，你需要勇敢地识别并舍弃那些不再为你带来积极影响的人、事、物、信念和习性。这可能包括物质层面的杂物，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旧有创伤和限制性信念。每一次的放手都在为你内在的新生腾出宝贵的空间。09、练习正念呼吸。你的呼吸是连接你的身体与意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神奇桥梁。在一天中，无论何时你感到压力、焦虑或思绪纷乱，都可以停下来，做几次深长而有意识的呼吸，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气息的一进一出上。这能立刻将你带回到当下，提升你的生命能量，并让你重新连接到内在的宁静中心。这是一次充满未知与变化的旅程，有时你可能会感到迷茫、孤独甚至恐惧，但请记住，这是成长中的自然现象，是永在化蝶前必然的挣扎。请全然地信任这个过程，并坚信你正朝着一个更真实、更广阔、更光明的自己稳步前行。在这次转变的旅程中，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挑战及积极应对策略。01、面对孤独或误解。随着你的意识和频率的提升，你可能会感到与周围人的节奏越来越不一致，你所关心和谈论的话题，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甚至嗤之以鼻。这种感觉可能带来深刻的孤独感。应对策略：首先，请理解并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觉醒时间表。你的任务不是去说服谁，而是活出你的真理。其次，请主动去寻找你的灵魂家人和同频社群，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当你与那些能理解你、支持你的人连接时，你会发现你从不孤单。应对激烈情绪，意识的扩展如同打开你内在潜意识的闸门，那些被压抑的就有创伤和情绪会如潮水般涌现。应对策略关键在于保持耐心，学会像一个慈悲的观察者一样，允许这些情绪流经你，
不对其评判或压抑。冥想、深呼吸、书写，向信任的人倾诉，或寻求专业疗愈师的帮助，都可以有效地帮助你安然度过情绪的进化期。02. 应对生理反应。意识的转变可能引发一系列难以解释的生理反应，如头痛、耳鸣、疲惫、失眠或对光和声音敏感等。这些通常被称为阳生症状。应对策略：首先，请在必要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以排除任何器质性病变。同时，请悉心照顾好你的身体，确保充足的休息、纯净的饮水和均衡的营养，多进行能量接地练习，并带着爱与身体沟通，感谢它为你承载这场转变。03. 灵活结合灵性与日常。在追求灵性成长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到精神追求与日常琐碎责任之间的难以平衡，甚至产生逃离现实的倾向。应对策略：真正的灵性是入世而非出世，关键在于将你的灵性事件巧妙自然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你的工作场所可以是你练习正念与慈悲的道场，你的家庭关系可以是你实践无条件之爱的课堂，探索如何在每一个平凡的当下都活出你的精神洞见。应对内心的疑虑。成长之路从非一帆风顺，你偶尔会感到迷茫、自我怀疑，甚至觉得自己在倒退。应对策略：保留一本灵性日记，记录下你的感受、洞见、同步性事件和你所克服的挑战。当你感到迷茫时，翻阅这本日志，它会清晰地向你展示你已经走了多远，帮助你重新确认内在的指引和力量。04. 控制对能量的敏感性。意识的提升会让你对周围环境和他人的能量变得异常敏感。在某些场合或人群中，你可能会感到能量被消耗，或感到莫名的不适。应对策略：学会保护和净化你自己的能量场。你可以通过观想一个金色的光照包裹住自己来进行保护，或是在回到家后，通过淋浴、熏烧圣木、熟围草等方式来清理能量场。学习设定健康的能量边界，勇敢地对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说不。请铭记，这些挑战是你成长旅程中的必经之路，它们不是障碍，而是伪装的祝福，是引领你更深刻地了解自我、掌握自身力量的机会，使你全面迈向高维意识的阶梯。最后，让我们探讨这种转变的终极机遇。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无限潜力的时代。面对气候变化、社会不公和政治动荡等复杂的全球性议题，我们很容易感到无力与绝望。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个体意识的觉醒才显现出其无比重要的意义。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像你一样，提升了自己的意识层次，觉醒到了更高维度的实相，我们便有机会共同开启一个全新的可能。设想一下，如果大多数人
开始以连接和同理心为行为指引，而不是被恐惧和分裂所驱使，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再将地球视为一个可供掠夺的无机资源库，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充满生命、拥有意识的神圣母亲，我们将如何与它和谐共生？再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内在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对整个宇宙的能量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我们将以何等敬畏之心来生活？这就是高维意识的力量所在。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成长与解脱，更是创造一个和谐、可持续、充满爱的世界的唯一途径。如果你正经历这些意识的转变，请知晓，你已经成为这个宏大愿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的个人觉醒不仅为你自己带来永恒的福祉，也在为整个世界的集体意识注入一股强大而积极的转化力量。这是一场长远的旅程，请对自己和他人都充满无限的耐心与关怀。这是一场长途的马拉松，而非短暂的冲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步伐，有些日子可能会挑战你的内心，甚至让你暂时遗忘你所走的路。但请记住，你为提升自己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都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意识的扩展是一场充满了自我发现、惊喜与无限可能的奇妙探险。拥抱它，庆祝它，让它赋予你的生活全新的、神圣的意义。你正在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一个更加自觉、更有力量、更富有爱心的存在。你正在成为一道光，照亮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继续散发你的光芒吧，因为这个世界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我4晋升到第5维度。愿你也能全然信赖内在的指引，温柔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觉醒之路上，最终活出灵魂本自具足的光与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